胃食道逆流呢，它叫 GERD，就是 GASTROESOPHAGL disease DISEASE。那一般来讲，就是从这里可以了解，就是它的胃酸含内容物呢往食道逆流，就是它这样子从这个图胃食道逆流从这里压出去，因为这个括约肌。这个下部括约肌地下，下部括约肌呢，正常下部括约肌事实上它是扣脱这个横膈膜呢，右脚把它扩住。实际上在发生学上，下部食道括约肌就是跟这个横膈膜右脚是一致的。所以一般我们在看这个病态上来讲，各位看这里。下部食道括约肌机能低下迟缓，所以食道裂孔有疝气，这一般都会随着年龄而加大，因为它的食道黏膜呢，因为它是属于弱酸性的，所以胃食道逆流呢，大部分是胃酸倒过来走，倒到上面，所以如果这样子情形的时候，一般来讲，负压上升的人就肥胖，腹部这压迫异物太大，这些还有生活习惯暴饮暴食，脂肪量的东西吃太多，吃后就马上睡觉，这都会比较胃食道逆流的现象。所以食道及胃的蠕动运动低下呢，这就是全身性进行性的硬化症。这些病名呢，全身性进行硬化症，全身进行性的硬化症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名词。那这是什么？这是这种自体免疫疾病的一种，就是像红斑性狼疮这一类的，所以它包含内脏啊、皮肤的硬化，那这是比较特殊的。那事实上，人在身体的运作上，时常会有些弱势、老化、退化，所以在病态生理上，它含胃酸内容物往食道逆流，而刺激食道黏膜，所以就会感觉吐酸。所以不管口腔会酸，口腔会苦，基本上都是腹腔、消化器官、胃啊这些里面的内容物上来的，所以它会造成胸闷、吞酸或者胸痛。那这些喉咙的感觉会不舒服，然后这些声音呢会沙哑、有串息或胸痛，这个是最主要常见的。所以我们在身体的健康情况上可以看到这个胃食道逆流的症状。它的治疗方法，当然在西方医学我们就看到很多这些的调理，但在东方医学上来讲，我的强调的这个胃中虚与胃中不虚有的很难界定。在传统上、临床上，胃中虚都是甘草泻心汤，这药方带有补养的作用。胃中不和则服生姜泻心汤，药方则有养护之意。像胃中虚的用药，在上论标准有甘草汤、桂枝甘草汤、干姜附子汤、半夏散吉汤、苦酒汤、理中丸。胃中不和几乎与之重叠，所以都要对症下药。所以我们在这个胃中虚、胃中不和里面，都是消化道症状。生理运作不能把胃视为独立个体，生理运作不能把胃视，应该和消化道称为一条管道，从承食口腔到肛门为一贯作业。所以《难经》讲的七门来说，就承为灰门，齿为户门，口腔与食道为息门。这一段呢，就是反映迷走神经脑部的脑相。那食道与胃为贲门，胃与小肠为幽门，这个就是胃相。那大肠与小肠为蓝门，肛门为破门，这个就是肠相。所以消化道里面有脑部的脑相、胃部的胃相、肠道的肠相，它们是互相在神经系统、自体免疫系统是一致的。所以消化道不速之初，大部分都是从胃开始，但绝大部分不是胃本身问题。即使幽门杆菌是胃病与胃癌的主凶，但是不可否认，生活习惯不良与抗压力才真的是罪魁祸首。所以在日本，胃癌是严重的消化道疾病，比起美国与法国的胃癌人口比例天壤之别，并非日本人卫生习惯不良，而是输压管道不畅，加上生活态度过度严谨造成。所以胃中虚要补养之，胃中不和要调理之。
虚补实泻是上论的经典智者。那消化道呢，由黏膜层、肌肉层、浆层3层构成。黏膜层的表面覆盖上皮细胞，内部有内分泌、消化液、黏膜液的腺体。黏膜又分为黏膜板与黏膜下层。那肌肉层在消化道行走的纵肌层，与卷绕消化道的轮肌层共同负责消化道的运动。胃则加了斜肌层，成为3层。角膜层在消化道最外层，覆盖并保护消化道。因为消化道食道没有浆膜，食道进入食道之后，全体消化道就开始蠕动。健康者呢，气门作业和谐，反之气门也随之出现各种状况。那我们今天这个胃食道逆流就讲到这里。